大家好，我是猫村。你见过这种小动物吗？尤其是在盛夏的夜里，道路两旁的树干上，常常能看到它往树上爬。在中国山东西南部，它的名字叫做解料鬼，最高时价格是接近2元一只。如果山东人在北美或者非洲看到这种场景，无异于看到地上爬过数千数万美元。它是知了蝉的幼虫，非常值钱。在中国山东西南部，早些年有人靠抓它售卖，一个夏天基本就能赶得上在城里务工1年的收入。这么个小小的东西，它可是藏在地下17年之久，才从地底里一路艰辛钻出来，蜕皮蝉鸣，只为了活2个月，但却逃不过油炸的命运。它的名字在几千年前的古代叫做条、唐、泥等不下20种称呼。其实我最喜欢古人叫它五色和日暮。五色是指它一生的身体变化要经历5种颜色，日暮就更直接了，一般太阳落山以后，等天敌退去，它才敢钻出来。然而在今天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叫法，山东有的地方管它叫解瘤龟，有的叫爬叉、知了狗、知了猴，河南有的叫它知了龟，在你那里它的名字又叫做什么呢？那我们就先统一的叫它知了猴吧。虽然知了猴名字不统一，但吃法好像都是统一的油炸。但美国人民吃出了新的高度，玉米饼卷蝉，一口地道的美国风味，先油炸，再放入芥末酱啥的，卷到玉米饼里，主打的就是刺激。巧克力曲奇知了猴，主打的就是一口甜高热量。韩国人在美国给它做成了泡菜知了猴，和日本寿司知了猴一样，主打的是家乡的味道。当然，美国人没有了知了猴汉堡包，就像西方没有耶路撒冷那样失去了灵魂。当你以为美国人也爱吃它的时候，但实际上知了猴在美国是恐怖灾难级别的存在。可怕的美国蝉灾。2021年6月9日，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欧洲前，在机场遭遇到了蝉灾的攻击。他跑到摄像头面前说，当天就因为蝉被动取消了行程，为访欧洲延误了7个小时。就在这一年，也就是美国17年蝉破土而出的日子。对了，美国的蝉叫做布鲁德腾蝉，17年才破土钻出来，数量有多少呢？媒体喜欢用300亿只蝉来显示它的庞大，但实际上这个数字的源头我并没有找到，真实的可能比它更恐怖。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15个州都遭受到了它的侵袭，人们苦不堪言。美国人生活的地方多数是郊区，因此房子附近就是知了猴的温床。今天中国很多地区抓知了猴的人有时候比知了猴都多。美国是暂时刚接受了这个东西可以吃，还没有到人想着靠它发财的阶段，也没有人想着喷点药灭了它，因此这些知了猴在美国等于是没天敌。有时候早上出门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的，乌泱乌泱的一大群知了猴趁夜里爬满了树变成蝉以后，留下一堆的壳，触目惊心。在中国目测就这棵树下的知了猴能卖个20几块，能看到这种场景等于在这棵树附近找到了宝藏。但在美国打扫完以后估计只能焚烧掉。首先一点就是折腾，但它最烦人的就是它的叫声是真的吵，群蝉的叫声最高能达到100多分贝，相当于住在机场里和参加摩托车比赛的那种环境。而且美国的数量巨多，树木也比较矮，走路都能掉你脑袋上。有的人出门为了防蝉五花大绑，在家也会把绿植绑上防知了猴爬。但是换一片大陆，知了猴遇到的待遇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。在中国，人们对于知了猴那是真爱。猫村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，我的初中时代零花钱最大的来源是靠抓知了猴，那时候一只2毛到5毛，小孩子比较灵活，眼神腿脚也比年纪大的人好使。一晚上抓个50-60只没问题，当场树林里就有人拿钱来找你买，或者你抓到了以后把它放进水里。知了猴很神奇，放进水里它就休眠了，一动不动。等你过了2天把它从水里再拿出来，一会儿它就活蹦乱跳，然后一大早跑去几公里外的小镇上售卖，这里更靠近饭店，卖的价格所以也更高。所以当我看到这种场面的时候，等于看到地上躺着真金白银那般的惋惜。如果你在中国山东农村，你会在夜晚看到一种盛景，那就是田间地头到处都是灯光，那场面就像 FBI 在执行某种大规模活动，实际上只是为了抓知了猴而已。天才无论在哪里都是显眼的。我小时候记得，当我还因为一晚上走10公里左右抓到40块钱而洋洋自得的时候，有的大人可以抓到1000多元。他们会在白天的时候拿着铲子在树根处铲
一遍。他们会在雷电风雨交加的夜晚依然冒险去抓知了猴，有的时候能走遍半个镇几十平方公里，这是我形容小孩子不敢去做的事情。知了猴不仅能帮小朋友赚钱，还能促进社交，拉近人跟人之间的感情，几乎没有小孩子不出门抓这个，大人也一样。现在已经今日不同往昔了。去年夏天回家乡陪父亲看病，我发现一种情况，就是所有的农田都被一根根小绳子隔开，原因令人唏嘘。随着城市化的进程，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转移到了城市里务工了，留下的老头老太太照看农田，他们本身就腿脚不便，不善于奔跑，所以干脆各自圈定一个区域，这个区域里所有的树林只有我一个人能进入，而且他们会在每一棵树上缠上胶带，这么做是为了知了猴爬到这里就爬不动了，因为胶带很滑嘛。然后你可以不动声色地走过去，一把全收。当时我下到自己家的田地里去抓知了猴，都被人给赶了出去。我也是不禁感叹，可能再过几年知了猴就要灭绝了。尽管小时候所有人都热衷抓它，但那时候是一个公平的环境，大家也不会想出在树上缠胶带这种绝后的想法。即使有人这么做，大家也会一起谴责他。不过虽然时代变了，但大家依然没有失去吃知了猴的热爱。我讲了那么多山东，其实江苏人才是最爱吃知了猴的，其次才是山东、浙江等地区。知了猴的蛋白质含量比牛肉都高，曾被人冠上蛋白质之王的称号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小昆虫，每100克里就有72克是蛋白质，还有钙、磷、铁等矿物质元素。究竟是什么造成这么高的蛋白质含量呢？以及藏在地下17年之久，它都在干什么？不寂寞吗？地下的17年，它都在干什么？我国的蝉一般是3伏蝉，发育周期为3、5、7年。即使是美国的17年蝉，你也是可以每年都能看到蝉出没的身影，只不过是有一些年份，蝉会大规模破土而出，呈以往几倍的趋势。人都说蝉是数学家，它只在3、5、7、9、13、17这类质数年份呈以往数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其实主流的想法是为了防鸟和鼠类。康奈尔大学生态学家沃尔特发现，在地下长生17年才钻出来的知了猴，它们的天敌鸟类一般在同时期繁殖12年以后，数量开始减少，17年以后到达最低。所以就趁着你鸟类繁衍最少的时候，它们大批量同时出土，能活下来的知了猴就是最多。目前来说，我解释的这个版本是最简单、最容易理解的。不得不感叹，即使是这么一个小昆虫，它也拥有集体智慧一样的聪明。一个蝉最多活10几年，所以它是怎么总结出天敌们会在13、17这类年份开始减少的？又是如何告诉其他300亿只知了猴，好了，今年的鸟儿数量最少，大家都出来走2步吧，真的很神奇。而且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，它躲在地下这么多年，出来以后只活2个月左右，它的一生又短暂又漫长，短暂且漫长的一生。一只知了猴的起点是从蝉的终点开始的，当蝉开始产卵以后，预示着夏天就快要结束了。它们在交配以后，在树枝上用自己的角刺凿出一个个小洞，将数百颗卵产入洞中，然后蝉的生命几近宣告结束。紧接着，这颗小小的卵就开始孵化，跟个小米粒似的，乳白色半透明，然后蠕动着钻出树洞，掉到树下。一场大雨就可以让它们轻松的在松软的土地上钻出洞，钻进去。它们聪明的往树根方向钻去，因为那里营养最为丰富，但它们吸收的水分很少。漫长的绝大多数时间内，它们就像一开始的样子，是乳白色的，一动不动，直到临近破土的那一年，它们开始大量的吸收养分，身体开始由浅色变为深棕色。与此同时，开始用自己的尖利的爪子挖出一条向上的通道，等待土壤的温度变高，或者一场夏季的大雨以后，他们会尝试着在地面挖出一个小指甲盖大小的洞口，观察环境，等到安全时破开洞口，朝着大树的方向爬过去。这时候如果遇到了天敌，那歇菜了。知了猴不具备任何攻击的能力，哪怕是蚂蚁，它们也只能任其摆布。若是爬过了树干1/3处，即使是人类也无法阻挡知了猴即将蜕变的光明大道了。一整夜，知了猴褪去深色的皮，变成浅色的蝉，展开它蔫儿啪啪的翅膀，等待天一亮，翅膀硬了以后展翅飞翔。紧接着就开始终日不停的叫嚷，好像要把这10几年地下的憋屈全部喊出来。
之后开始变黑，飞翔得更快，叫得更大声，求偶交配，眼睛变红，掉到树底下死亡，一切都在几个星期之内结束。于是就走完了一生。可惜的是，他终其一生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后代。怎么抓知了猴？知了猴的营养的确是很丰富，因此这些年都有人人工养殖了。不过人工养殖的营养价值是不如野生抓来的知了猴好的，所以如果你想抓着玩，尝一尝味道的话，我作为一个抓猴 OG， 可以在这里无私的传授你一些技巧，只需要你帮我点个赞或者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好吧 ？Drop the B。知了猴一般在夏季6月到8月出现在有树林的地方，下午6点到夜里9点出没最为频繁，因此需要一个手电筒。同时，知了猴这小家伙小爪子很坚硬，抓到以后要用手拿着的话是会十分痒的，因此也需要一个小水桶，里面盛上1/4的水就可以，不用担心会不会泡死，不会的，即使你泡在水里1个星期拿出来，它都照样往树上爬。装备就这2样，出门以后灯的方向只需要照向树干跟你差不多高的位置就可以了，它要是爬高了你也抓不到。知了猴的后背是微微反光的，你一照向它就能看到树上有个小黑点，不用怀疑，冲过去拿下。有的时候你只要站在原地，眼神好的能望向一大片树林，这个是天赋，或者你用耳朵也能听得出来，那种刺刺的挠树叶的声音一旦有了，代表地下可能有猴。还有一个就是出门比较早的话，能够看到地上有很多知了猴爬出来的小圆洞，大概手指大小吧。但如果有一个更小的无规则的小洞，意味着它还没往外爬，这时候用手指一戳它就现身了。如果它想退回到洞里，用水倒进小洞里，它就跑出来了。基本上就这些。现在这种野生的知了猴好的时候能卖到1块多左右一只，我小时候最多我自己能抓100多个，那个时候我是从来不愿意吃它的，干干巴巴的。那个时候抓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换了钱去网吧打游戏。时过境迁，现在那种树林里的野生知了猴变少了，而我们这代农村新青年很多来到了城市里工作，很少能有机会再吃到这东西，它的价格就越来越高，就连它蜕皮以后脱落的壳都能够入中药，依然营养价值很高。而且有一点，除非你从小眼睛就不好，不然抓知了猴能帮你提高视力。我是到今天2只眼睛都是5.3，不论习惯再怎么不好，视力都从未下降过，听力可以听得清非常高频的声音。有一次在录音棚，我听到了18000以上的高频，同屋里10几号人，只有1-2个人能听到。我觉得多少都源于那个时候抓猴的锻炼。讲到这儿，希望大家能点一个小小的关注或者订阅，做长视频不容易，真心需要你们的支持。这世界上有太多有趣又有的吃的动物了，今天这一篇算是开了这个头。其实关于蝉还有很多没讲，比如它是起源于侏罗纪时代，生生不息，一直被各种动物追杀，但却能够活下来。或许这就能解释了17年蝉为什么集体性的会在质数年份出土，并不是都是数学家，其实就是远古留下来的基因里写好的趋利避害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，欢迎小伙伴们点个赞，好增加一下推荐的比例。我们下期见。